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那現在呢，我們正在學習的是 HSK 6級考前輔導課程。這是一個系列課程啊，有比較多的課時，可以全面的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6級考試，從而在考試的過程中獲得更高的成績。那我們現在呢，正在學習的是聽力的第一部分。那在聽力第一部分呢，一共有15個題，你會聽到每一個題目你會聽到一段話，然後會看到 A、B、C、D 4個選項，那你要去選擇跟你聽到的內容意思一樣的一句話就可以了，沒有問題你一邊聽一邊看哪一個句子是對的，那選擇那個對的句子就可以了。那在前邊呢，老師向大家介紹了做這樣的題目的一些基本的方法而且呢，我們從故事還有議論文2個不同的方面呢，向大家介紹了這樣的題目應該怎麼做。那我們也介紹了在這個聽力的第一部分裡邊有故事，有議論文就是表達觀點的文章。那同時呢，還有一類文章是經常出現的，或者我們可以說一定会出現的，那就是今天我們要学習的說明文。那什麼叫說明文呢？那說明就是解釋介紹的意思。所以在這樣的文章當中呢，一般來說是會向你介紹一種知識那這個知識，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有人物的介紹，在中國歷史上有非常多的有名的人物，那他可能会向你介紹這個其中的一個人物，他是誰，他的特點，他做了什麼等等。那還有包括健康的知識，比如說怎麼刷牙，或者是說人怎麼才能保持健康。那關於氣候，關於動物，關於植物，關於飲食，關於建築、職業等等那是包括各個方面的一些知識的說明和介紹。那這樣的文章呢，在 HSK 6級聽力的第一部分裡邊一定會有，基本上來說可能會有3到5篇這樣的這個數量。那我們在做這類題目的時候有一些什麼樣的方法呢？我們今天就來一起學習一下。那首先我們有一個方法是看選項推測內容。一般来說，說明文你看到 A、B、C、D 的時候，其實是可以猜出來的。那實際上你在看 A、B、C、D 的時候，你如果它是一篇故事，你能夠猜出来；如果是觀點，你也可以猜出来。那如果是說明文，当然你也是可以猜出来的。所以呢，我們說提前看選項是非常有必要的因為你看到 A、B、C、D 的時候，你就可以猜出來你會聽到一篇什麼樣的文章。那老師已經向你介紹了這樣的文章是怎麼去寫的，那你知道它大概的結構和思路，其實你是非常容易找到答案的。所以呢，我們說提前看選項非常重要。那我们要注意的是，說明文呢，它是介紹了一個知識，或者是介紹了某種人物、動物或者植物的特點。那麼同學們在聽的時候，一定要抓住這個特點。可能它的內容比較多，有比如說4到8句這樣的篇幅，但是實際上呢，這4到8句可能有一句話是直接告訴你這個東西的這個對象的這個特點是什麼，或者說它8句話總結起來說明了一個特點。那麼同學們要做的就是你要抓住這個特點，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們呢說了很多，但是這個題目到底應該要怎麼做是什麼樣的情況呢？我們一起先來看一個練習，先來試一試那首先我們來看 A、B、C、D。A 呢是天山雪蓮，色彩鮮豔B 是天山動物種類眾多。C
天山雪蓮不畏嚴寒 D. 天山雪蓮需要溫室培育。那看了 A、B、C、D 以後 A、C、D 都是關於天山雪蓮的，所以 B 一般來說應該不是答案了。那麼 A、C、D 裡邊 A 呢，他說它的色彩鮮豔，就是它的顏色呀比較漂亮，比較亮的顏色。那 C 呢，他說它不怕冷。D 說呢，需要溫室培育。溫室呢，就是非常暖和的地方，所以 C 和 D 的意思其實是相反的。那也就是說，很有可能 C 對，或者是 D 对。那麼到底是 C 正確還是 D 正確呢？我們就要聽一聽才能知道了。那看到 A、B、C、D 以後，我們可以判斷出來，這篇文章應該是介紹天山雪蓮這種植物的一篇文章。那我們要去聽的是這種植物怕不怕冷啊？這個是我們應該重點去聽的內容。所以你了解了我們要聽到一篇說明文，而且你了解你應該听的重點，所以答案其實是非常容易聽出來的。那現在呢，我們一起來聽一下，大家来找一下答案到底是哪一個。好，現在我們来聽這個第14題。14. 天山雪蓮生長於天山山脈海拔4000米左右的懸崖陡壁之上，那裡氣候極寒，終年積雪不化，一般植物根本無法生存，而雪蓮卻能在零下幾十度的嚴寒和空氣稀薄的缺氧環境中頑強生長。好，那麼聽完了以後，大家有沒有判斷出來它到底怕冷還是不怕冷呢？那我相信呢，同學們雖然沒有聽到怕不怕，但是實際上在文章當中有一些關鍵詞其實是可以給你答案的。那麼我們現在一起來看一下答案應該要選擇什麼。我們可以看答案應該要選 C， 所以天山雪蓮是不怕冷的。那麼畏的意思就是怕的意思，不畏就是不怕，嚴寒，寒是冷的意思，意思是說天山雪蓮不怕冷。那麼我們怎麼能夠聽出來它不怕冷呢？我們這裡可以聽到那裡氣候奇寒，雪蓮卻能在零下幾十度的嚴寒什麼什麼環境中頑強生長。零下幾十度，那麼這個氣候奇寒，非常非常冷，那麼其實已經可以告訴我們答案了，所以答案應該要選 C。 那同學們有沒有發現這篇文章速度是非常快的，語速非常快，叭叭叭叭叭，很快就說完了。而且呢，在這篇文章當中有一些詞是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詞，比如說像空氣稀薄，可能很多同學呢，如果是不是看文字而是听的話，沒有辦法去確定空氣稀薄是什麼意思。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你如果提前看了，如果你分析了 C 和 D， 你分析出來它們兩個意思是相反的，然後你知道這篇文章說的就是關於天山雪蓮怕不怕冷，所以你只要聽到了零下幾十度的嚴寒什麼什麼環境中，那你其實是很容易就判斷出答案的。那麼在這裡老師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分析 A、B、C、D， 分析出來它是說明文，分析出来它最重要的部分可能是什麼，然後帶着問題去聽這個文章，你會非常容易就听到答案。特別是說明文，它有一個特點，它會有一些比較專業的名詞在裡邊，因為它是一個知識的說明和介紹，所以你會聽到非常多的專業名詞。那這些專業名詞，同學們很有可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在這樣的情況下啊，我們的故事、我們的議論文和說明文三種文章裡邊，說明文是最有可能聽不懂的啊，
因為它一定會有一些詞是你不知道的專業名詞。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分析 ABCD 提前有一個猜測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麼現在呢，我們一起來看一下說明文都有哪些類型。首先我們看一下，有一種說明文，它是介紹一個人物，或者介紹一個地方，或者介紹一個朝代，或者介紹一種植物。那麼一般來說，介紹這些對象的时候，它會給你非常多的信息。比如說，如果我要介紹一個人，我會說這個人是哪國人，他的年齡，他的性別，他的性格他的很多很多的方面的特點。那像這樣的文章信息就特別多了。但是你看 ABCD 的時候呢，你會發現這裡邊只有一個信息是對的。所以同學們要提前看 ABCD， 你自己腦子裡面應該有一個想法，有一個大概的印象，然後你去听哪一句是對的。那這種問題呢，對於大家來說可能會有一點點難，因為信息非常多，你要做的是抓住對的信息。因為文章會給你很多信息，ABCD 也會給你很多信息，那 ABCD 裡邊只有一個是對的，文章裡邊只有一個是有用的，所以呢，它需要你一邊認真的提前認真的看 ABCD， 聽的時候要認真的去分析。所以在這裡呢，我們要提醒大家，如果看到這樣的 ABCD， 你一定要小心了，信息一定是非常多的。那首先呢，我們來看 ABCD， 然後一起來聽一下。A 他說呢，博物館面積不大。那也就是說，他在介紹一個博物館，這個博物館的面積不太大，不是很大的地方。B 呢說，工作人員都是專業演員，在博物館裡邊，工作人員都是專業演員，這是一個信息。C 說，人們能親自嘗試制作電影，在這個博物館裡面，人們是可以自己試一試做電影的，拍電影。然後 D 呢，他說博物館每周對外開放一次，所以每周只開門一次。那 ABCD 都是關於博物館的，那麼到底哪一個是正確的？我們會聽到非常多的關於博物館的信息，但是在這些信息裡邊只有一個可以告訴我們答案，所以呢，我們要慢慢的去判斷了。當然了，我們可能會聽到，比如說 A 說博物館面積不大，但是你可能會聽到博物館面積非常大，相反的，那你可以馬上判斷出來，不對，那你要去一邊聽一邊判斷每一個對不對？所以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們現在呢，來試一試。電影博物館不但向人們介紹電影的相關知識，揭示電影製作的奧秘，還為參觀者提供了親自動手錄音、拍短片的機會。人們在這裡可以充分感受電影的魅力，體驗電影製作的樂趣。好。那麼聽完了以後，你有沒有聽出來答案到底是哪一個呢？那首先我想問一下，面積大不大？沒有提到，對不對？專業演員嗎？沒有說，完全沒有聽到。C 人們能親自嘗試制作電影，這個對不對呢？你有沒有聽到類似的意思的詞彙呢？這個是有的，因為你可以拍短片。那 D 每周對外開放一次，這個我們也沒有聽到，它是每天開放還是只開放一次，這個也是沒有的。所以呢，答案應該要選擇 C。那我們知道呢，它內容是非常多的它可以介紹呀，什麼體驗樂趣呀等等，說了很多。但是裡邊有一句話，他說為參觀者提供了親自動手錄音、拍短片的機會，體驗電影製作的樂趣。所以在這裡，答案就應該選擇 C 了。那我們可以看出來也可以聽出來，
確實這個文章裡邊的信息還是比較多的，但是只有一個對你來說是有用的啊，所以同学們這樣的文章要小心一點，它会有一点点難。那現在呢，我們再來試一試下一個練習。首先我們看 ABCD。A. 武則天壽命很長。B. 武則天晚年很孤獨。C. 武則天非常寵愛女兒。D. 武則天從小就當了皇帝。那麼我們看到 ABCD 裡面都說武則天，同學們是不是了解武則天是誰呢？實際上武則天是一個人。那我们在6集剛剛開始的時候呢，我向大家介紹了，在你準備6集或者在你學習漢語的過程當中，既然你已經到了比較高的水平了，你就一定要去學習和了解一下中國的歷史。中國歷史上非常有名的人，非常有名的事，非常有名的詞彙非常有名的書等等。為什麼要了解呢？因為中國人在說話的時候非常喜歡提到這些人、這些事或者是這些書。那麼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誰，你不知道他的故事，很有可能這個對話就會有點困難。所以在這裡呢，老師要提醒大家再一次提醒大家要去學習和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人物、事件和書籍都是很有必要的。那麼在這裡呢，老師先簡單的向大家介紹一下，武則天是一個人的名字，她是一個唐朝人。那現在呢，我們要去聽一下武則天的故事。武則天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那她到底是壽命很長活了很長時間，還是晚年很孤獨，還是非常寵愛女兒，還是從小就當了皇帝呢？我們這個要聽一下才能知道。好，那現在信息非常多，抓住對的很重要，所以你要去一邊聽一邊判斷到底哪一個句子對你來說是正確的。好，3. 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67歲即位，去世時82歲，是壽命最長的皇帝之一。人們對武則天的評價褒貶不一，但無法否認的是，武則天對歷史做出過巨大的貢獻。好，那聽完了以後，你有沒有辦法判斷出來，在這麼多的信息裡邊，到底哪一個是正確的呢？我相信很多同學都可以做出來，因為有差不多一樣的詞。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聽到了武則天是壽命最長的皇帝之一，所以 A 武則天壽命很長，這個是正確的。那麼關於 B、C、D 有沒有提到呢？實際上呢 B 沒有提到， C 呢也沒有提到，但是 D 呢它有提到，只不過那個詞彙特別難，同學們可能沒有聽清楚。他說呢，武則天67歲即位，82歲去世，所以他是歷史上壽命很長的皇帝。那67歲即位，那即位的意思就是當皇帝，也就是說他67歲才當上皇帝，所以是非常晚的，所以他不是從小就當了皇帝的。但是這句話沒有聽懂，有問題嗎？有關係嗎？會影響你的理解和做題嗎？並不會。所以呢，我們可以說這個題目對你來說呢，最重要的是你要抓住那個對的信息就可以了所以壽命很長。那麼現在呢，老師要向大家介紹一下武則天這個人。武則天呢，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因為在中國，皇帝 emperor 都是男人但是武則天這個人，她是唯一的一個女人做了皇帝的情況這是唯一的一個，中國歷史上只有一個女皇帝，就叫武則天。她呢
她的丈夫是皇帝，她的兒子也是皇帝啊。她和丈夫一起啊，丈夫是皇帝的时候呢，她帮助丈夫来工作啊，来处理朝廷政府的事情，所以她学会了很多怎么去管理一个政府。那然后呢，她的丈夫去世以后，她的兒子做了皇帝，她可能是覺得自己的兒子做皇帝不太合適啊，不太合格啊，所以武則天說，算了，還是我自己做皇帝吧。所以武則天在67歲的時候成為了皇帝。那在80多歲的時候呢，她去世了，然後她的這個兒子又做了皇帝。那麼當然他這個兒子他好幾個兒子啊，事情比較複雜。那同學們如果感興趣的話呢，可以去查一查關於武則天的資料，這個人的一生還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這是一個非常傳奇的人物。那如果同學們了解一下，我相信呢也會對你們的漢語有所幫助的。好，那麼這是武則天的故事，所以如果你知道她的故事的話呢，可能對你做這個題目來說也是比較容易的。好，那這個是我們的第一種情況，就是說說明文裡邊會有一種文章是介紹類的文章，它介紹人、動物、植物或者什麼。那在介紹的時候呢，信息一般來說是非常多的，但是這些信息裡邊只有一個是給你正確答案的信息。那麼怎麼去找呢？你先要看 ABCD， 然後一邊聽一邊來判斷哪一個對啊，這樣的話你就容易找到答案了。這個題目呢還是有一點點難，希望大家多多做一些練習。好，那麼現在呢，我們來看說明文裡的第二種情況，就是集中介紹一個信息。那前邊我們說的是它會介紹非常多的信息給你，所以對你來說最難的是找出有用的信息。那在這裡集中介紹一個信息整篇文章都在介紹一件事情，那麼你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句往往很重要。一般來說，說明文在剛開始的時候就會告訴你我這篇文章要說什麼，所以呢這個時候這樣的文章相對而言會稍微簡單一些，我們只要去聽最重要的句子就可以了。好，那我們來看 ABCD 這個練習，我們來看一下。首先是 A， 孩子要主動學習B 呢是要鼓勵孩子獨立思考。C 是家長要成為孩子的榜樣。D 呢，他說要培養孩子讀書的興趣。那我們看到了 A、B、C、D 4個選項都是關於家長和孩子的。那麼文章裡面介紹的是到底是哪一個呢？我們需要去認真的聽一下才知道。那特別是同學們要注意第一句，當然啦，有的時候最後一句也是很重要的。那我們去聽一下。3. 對剛入學的小孩，家長一定要激發他們的讀書興趣，讓他們養成讀書的習慣。家長可以為孩子設一個小書架，買一些內容有趣、顏色鮮豔、字號大的書放在上面，並且每天抽出20分鐘陪孩子閱讀。好，那麼這個說明文是非常典型的說明文，就是大部分說明文都會像這篇說明文一樣去寫它寫作的思路和結構是非常明顯的。首先他介紹了這篇文章要說的是什麼，然後他給出了一些具體的方法，所以呢這篇說明文相對而言比較簡單，我相信同學們已經把答案找出來了。好，那我們現在來確認一下你的答案到底對不對呢？答案應該要選擇 D， 要培養孩子讀書的興趣。那麼我們在這裡可以聽到對剛入學的小孩，家長一定要激發他們的讀書興趣，所以這一句話已經給了你答案了。那這一句話就是我們的第一句。那在第一句之後
這個是一個看法。那最後他要給出的是什麼？我們怎麼去培養和激發孩子的讀書興趣？比如說要有一個漂亮的書架，要有非常漂亮的文字比較大的書，而且父母要陪着孩子一起读，要抽出時間来。那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办法了。那第一句告訴你整体的这个看法和介紹是什麼。那像這樣的說明文對於同學們來說是非常容易的希望同學們要注意去聽第一句到底說了什麼。好，那我們現在呢繼續來看一個練習。那在這個練習裡面，我們看到 A 真空包裝成本很高， B 真空包裝製作工藝複雜， C 真空包裝食品不易變質， D 真空包裝食品不易多吃。那麼在這裡 A、B、C、D 裡邊都有真空包裝這4個字它是一個詞，那說明這篇文章一定是介紹了真空包裝的一個特點。那到底這個特點是什麼呢？我們需要聽一聽才能知道。那我不知道同學們是不是了解什麼叫真空包裝？那我們先聽力，先解決我們的問題，然後老師再來給你介紹一下。所以你要注意的是，他在集中介紹一個信息，所以第一句往往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在第一句裡邊找到答案，你來試一試。6. 真空包裝能有效防止食物變質。食品霉腐變質主要由微生物的活動造成，而大多數微生物的生存是需要氧氣的。真空包裝就是利用這一原理，把包裝袋內的氧氣抽掉，從而使微生物失去生存的環境。好，那麼同學們在第一句裡邊有沒有聽到答案呢？答案應該要選擇什麼？我相信同學們應該能夠聽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詞彙了。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真空包裝能有效防止食物變質。雖然沒有用同樣的說法，但是這句話並不難。有效防止食物變質，防止這個詞在 HSK 6級裡邊出現的頻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同學們如果有誰還不知道它的意思，一定要學習它，一定要會因為這個詞真的是在 HSK 6級裡邊出現的次數太多了，所以你一定要知道這個詞的意思。那防止食物變質，當然意思就是說，在真空包裝裡邊，食物是不容易變質的那麼什麼叫變質呢？比如說你買了一塊麵包，你沒有吃，過了5天以後，這個麵包變成了綠色，你就不能吃了。那我們可以說這個麵包變質了變質了。那真空包裝食品不易變質，什麼叫真空包裝呢？就比如說大家有的時候在買東西的時候呢買的是在一個袋子裡的東西我想想，比如說那個用土豆做的一種食品，就是那個薄薄的圓圓的薯片薯片。那麼你買這種東西的時候，一般來說是有一個袋子，袋子裡邊有東西，那袋子是密封的裡邊是沒有氧氣的，沒有這個oxygen 那個氧氣。那這樣的叫做真空包裝，裡邊沒有空氣，沒有氧氣，這樣的袋子我們就叫它真空包裝。在這個超市裡邊呢，你是會經常看到真空包裝的，甚至我們可以說有1半以上的東西都是在真空包裝裡邊。那特別是食品吃的東西，因為吃的東西放在外邊的話，很容易就變壞了，就不能吃了，我們叫變質。那放在真空包裝裡邊沒有氧氣，沒有空氣，那麼食物就可以可以一直放着，過了1個星期可能都沒有問題那麼在這裡我希望能夠通過這個介紹呢，
向大家介紹一下什麼叫真空包裝啊，大家了解一下這個詞彙和這個詞彙的意思啊，這就可以了。那麼我們在這個文章裡邊可以知道，那在第一句裡邊他就已經給你答案了，他介紹了這篇文章想說什麼呢？想說的是真空包装能夠有效防止食物变質。那後邊他介紹了為什麼。至於為什麼啊，我們在這裡呢也不需要去解釋，有很多同學知道，那也可能有同學不知道，這個都沒有關係，因為後邊其實根本就不重要了。後邊有一些比較專業的詞彙，什麼微生物什麼的，但是那個很重要嗎？那個根本不重要，你只要听到第一句啊，你明白答案應該要選 C， 這樣就夠了啊。說明文裡邊不會的詞真的很重要嗎？其實一點都不重要。所以說同學們一定要相信自己，在 HSK 6級裡邊有的部分聽不懂，其實根本沒關係，特別是說明文裡邊啊，基本上答案就在你能夠聽懂的句子和詞彙裡邊，所以你要認真的去聽你能夠聽懂的部分就可以了。好，這是我們的說明文。然後呢我們到這兒呢，我們會先休息一下。那在這裡我們介紹了說明文的2種情況，我們也做了一些練習。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夠認真的學習，然後下去之後呢再去多做一些練習。那現在我們先休息一下，然後我們繼續來學習說明文。